我得先下手为强，亲手为你戴上戒指，把你牢牢套住。站住！你是？我的未婚妻，齐格格。 齐总，14，当年我抓到了你贪污的证据，你不是已经被安国轩赶出宁海了吗？怎么，现在突然又跑回来了？安董消气了，可怜我，让我回来做管家。啊，既然选择回来做狗啊，可就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。当狗，也要当一只合格的看门狗。那。 你可得好好保护我未婚妻的安全了，毕竟啊，她也算是你的半个主人。明白。今天是您母亲的忌日，安董让我过来送花。我母亲喜欢非常多种花，唯独不喜欢洋甘菊的味道。安国轩这是送花给我母亲的，还是送花给我看的？安董的意思，14不敢揣测。齐小姐既然是齐总的未婚妻，那今晚的家宴，你一定会参加吧？当然。 齐总，今天应该打黑领带。现在赶紧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自然是为你而来，因为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继续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堂堂星耀集团的太子爷，为何会变成一个不受重用的瞎子？一查才知道，竟然是被一个女孩给弄瞎的。 而那个叫悠悠的女孩，不久之后就死了。不会是你杀的吧？看来你功课没少做。看来我猜对了。是有。 怎么？害怕成为第二个悠悠啊？不，我比他聪明，我知道该如何选择。看来你对新身份还挺满意啊。当然满意。未婚妻这个身份，才能更好地接近安国轩，助齐总成为星耀未来的主人。 今晚的家宴，希望你好好配合我，好好表现。
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住在这个宅子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？从现在开始，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。只要你露出一丁点的破绽，他们就会像秃鹫一样，将你大卸八块，分而食之。所以，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，不能有半点的松懈。放心，我绝不会把今晚的家宴变成最后的晚餐。齐总，齐小姐，里面请。你来干什么？就这样欢迎你哥？我姓安，你姓齐，我俩根本不是一家人。再说，你个瞎子回来干什么？我眼瞎，你腿瘸，你不觉得我们就像天生一对的好兄妹吗？你是谁啊？齐格格，我的未婚妻。叫嫂子吧。大哥许久不回来吃饭，刚回来就带来如此劲爆的消息。我这个人吧，做事可是非常有效率的，不像你，订婚宴都不去，非要跑去个海州，到最后还扑了个空。你们在海州见过？我去海州设计展找新的设计师，好巧不巧碰到了大哥，和大嫂第一次见面。妹夫年纪轻轻，怎么记忆力不太好的样子啊？我明明记得是你亲手把名片送到格格手里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学长去海州三顾茅庐，就是为了找我。他希望我能加入星耀，只可惜我没兴趣。学长，特别巧，我和齐小姐都毕业于卢米尼设计建筑学院。更巧的是，还是同门师兄妹。齐东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过是想提醒我亲爱的妹妹，管好你的未婚夫。我和珊珊的感情用不着你指手画脚。你和你妈一样，居心叵测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静静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安叔叔好。我听十四说了，你们下飞机后就去祭拜了祁东的妈妈。好，行了，先吃饭吧。吃饭吧。不去。小姐说她心情不好，就不下来吃饭了。多大了还闹小孩子脾气？你说，这样吧，你给他备份饭菜，送到楼上去。是。见笑了啊，就这一个女儿宠坏了。都怪我。本来这次去海州是邀请齐小姐加入星耀做首席设计师的，结果事没办成，还让静静误会了。不过
却促成了大哥和齐小姐的良缘。对了，你们认识好像才3天吧？恨一个人啊，需要一辈子；但爱上一个人，一瞬间就够了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来，从认识你的那一天，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。所以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，我得先下手为强，亲手为你戴上戒指，把你牢牢套住。齐小姐好本事啊，短短几天就让我这个儿子铁树开花。你可是他第一次带回家的女人。不过，齐小姐，我怎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呢？或许是因为我们本就有缘成为一家人。说得好啊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齐小姐能分享一下你怎么和我儿子在一起的？我在海州做评委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对我蓄意报复，是祁东出现救下了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往后余生都属于他。好一出英雄救美！不过，太巧了，莫非大哥一直在跟踪齐小姐？对啊，我对格格就是蓄谋已久，不像你，求而不得。看来齐小姐的出现，让我这个儿子和女婿啊，是针锋相对了。不过他俩心知肚明，最让他俩不安的，还是会展中心的项目。哎，齐小姐，你说他们两个，谁会拿下项目呢？安叔叔，您想问的是，祁东和高珊珊，谁能拿下星耀的继承权吧？这几年呢，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。在外面呢，有很多星耀的传言，我呢也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，兼听则明嘛。表面上是星耀继承权的争夺，实则是这些年星耀的经营困境，销售断崖式下降，星耀急需一场变革，刮骨疗毒。所以，谁能带领星耀杀出重围，绝地反击？谁可不就是星耀未来的掌舵人吗？好一个杀出重围，绝地反击啊！齐小姐，果然是秀外慧中，怪不得他们两个都想把你纳入麾下。齐小姐，我的部门随时欢迎你的加入。你还真的是百折不挠啊！你们两个呀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不如把针锋相对这个劲儿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多久没陪我下棋了？珊珊，下棋，吃饭。刚才去哪儿了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不过，我发现这房子好像有鬼。你害怕鬼啊？
有时候，人比鬼可怕多了。那你怕我吗？你好像很享受人鬼共舞啊。尤其是和你。安小姐，我们已经等您很久了。店里新到了几款由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婚纱，您过目。珊珊，你帮我挑一件吧。好，请。这款怎么样？这款也太素了吧，我还是喜欢有设计一点的，不灵不灵的。我记得你们店有一款设计师手工款。你眼光可太好了，那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。那我带您过去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这边。学长，我选的这件婚纱怎么样？学妹的品味果然跟我很像，只是想不到学妹这么快就拿下祁东，成为我的大嫂了。我说过，它只是我送给你的开胃菜。学妹准备怎么送上这一道开胃菜呢？我会加入星空，亲自操刀会展中心，假意帮他拿下项目，关键时刻釜底抽薪。届时，学长便能坐享其成了。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心急，可吃不了热豆腐。你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静静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给齐格格选婚纱来了。怎么，只允许你结婚，不允许我订婚啊？没有，是你走错了，这里是更衣群。哦，是吗？完了，齐格格具体三围尺寸，我给忘记了。要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打给……啊，算了。
我自己都忘记了。今天我让他交给我会展中心的设计初稿，估计他在忙，下次让他一起陪我来逛逛就得了。你慢慢挑吧。对了，记住，千万别瞎挑。我妹妹那个脾气啊，发起火来，后果很严重。大哥慢走。齐总好。看见齐格格了吗？没注意啊。正式入职的第1天，还适应吗？慑于齐总的淫威，同事们都对我很友好。那我希望你不要因此恃宠而骄。方案呢？这个方案，屋顶以鞋类构架覆盖，玻璃打造的透明空间，横跨了整栋建筑，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。届时搭配上独特的灯光设计，完美契合了会展中心主打慵懒神秘的半透明风格。不知道齐总可还满意？你应该去问招标会主席符总，他是否会满意。设计方案的好坏，他并不在意。对付符总，还需对症下药。没想到，齐小姐还是个老中医。老中医可算不上，但是治你，绝对是足够了。说吧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宁海市非职业击剑大赛，齐总应该听说过吧？你是想参加这个比赛？没错，符总就是赞助商之一，他可是个骨灰级击剑粉，这些年也赞助了不少业余剑手出赛，但最好的成绩仅仅止步于16强，他符16郎的名号也是因此而来。我在想，倘若有人能帮他一雪前耻，会展中心项目即便不是10拿9稳，也能站个近水楼台吧。看来齐小姐对于自己的击剑水平很有信心。击剑是讲究速度、准度和爆发力的运动。我通过听声辨位来跟你比一场，想赢就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。你没事吧？我看你不
不是瞎了，是眼睛长其他地方了。有些事情不用看，要用心。